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视频。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8个2024年不可错过的夏季流行趋势，同时还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将这些流行趋势融入进自己日常的穿搭中，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我挑选出来的值得入手的一些单品。另外，这个视频有2个小礼物哦，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视频吧。首先，第一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BOHO 3.0。没错，波西米亚风又重出江湖了。但这一次的波西米亚风和以往的波西米亚风呢，又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不是当我们在想起以前流行的波西米亚风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大量的流苏、大量的配饰、首饰、蕾丝、花边等等的，就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搭配过程。但今年流行的波西米亚风呢，则是相对简约的，只是将一些拥有波西米亚元素的精髓融合进一些日常的单品中，主要强调的是波西米亚拥有的一种轻松和自由感。并且今年的波西米亚还会和另一个流行趋势名叫 White Noise， 也就是白噪音结合在一起。那什么是这个白噪音呢？那白噪音服装主要有2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基本上是全白的，白白一片。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全白，但它却利用了简约但复杂的工艺，让这件衣服拥有远看纯净、近看精致的效果，并且因为它的色彩简单，所以你在搭配时呢，也可以丰俭由人，可以日常，也可以夸张。那首先第一套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非常具有白噪音波西米亚风的一条小白裙。那我喜欢这条裙子的点有好几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个细节非常多，完完全全能够去烘托出这种白噪音和波西米亚结合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的整个衣服上面，然后到整个裙摆都是用了不同类型的钩花去制成的，然后包括领口这边呢，也都是有这种立体的一个钩花线条，让这件衣服既是一个简约的颜色，但是又不会特别的简单，是自带精致感的。然后其次呢，这件衣服它总体的一个版型我也很喜欢。就首先是它的整个裙长，就整个长度，当你不系腰带穿的时候呢，它是刚刚好可以卡在你大腿中间的位置的。但如果你一旦系上腰带之后呢，整个人比例变好的同时，裙长还可以缩短一丢丢，让它变成一条短裙。其次呢，这件衣服它上半身的整个包容性也很好嘛。那像这样的衣服呢，它对你上半身的身材的包容度是很高的，又或者它非常适合夏天特别怕晒的朋友，因为它不会露的特别多。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2个单品呢，同样也是这种裙子，但它是属于更具有飘逸感的长裙，穿上的时候会比较像希腊女神的风格更多一丢丢。而且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有2个，一个就是它的材质。就首先啊，虽然它是一条米白的这种浅色裙子，但因为它里面给你加了一个这种非常细腻的内衬，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走光的问题的。然后它外面的这一层呢，选择的是有一点像腐竹的带有皱褶感的丝质料子，所以它带有一定的薄透感，同时还有飘逸感。而且再加上因为它上面这种腐竹的线条，你也不用担心它易皱，或者说它皱了不好看，因为反而啊，它自带的这种皱感，你穿在身上的时候还会有松弛有度的比较轻松的 feel 出来。那另外我最喜欢的肯定就是它上面的这个肩带的设计了，因为它就是通过一个从肩膀搭下去之后，在你的后背去系蝴蝶结的方式来调整你的肩带的一个高度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的去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调节，或者你的身材去调节，可以让你这上半圆卡得刚刚好，并且从后面看到这个蝴蝶结还非常的浪漫。像这样的裙子我觉得是既可以在日常然后逛街，同时还可以度假穿的，就非常的飘逸与美好。这条裙子呢，它也是有送你一根细细的腰带的。那接下来第2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thread count 针织单品了。
那像这种针织钩花的单品呢，也是波西米亚单品里面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元素。那这里跟大家提到的这种针织钩花的单品，不是指秋冬厚重的羊毛针织单品啊，而是更加适合夏天的大洞洞的钩花单品。简单来说就是大洞洞衫。用某加密奢侈品牌的 slogan 来说，精致、通风、传家宝质量的针织品是永远的夏季投资。其实我最早种草这种夏天的大洞洞衫呢，是来自于 Brunello Cucinelli 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每年的夏天吧， Brunello Cucinelli 都会出非常多的针织大洞洞衫。因为像这样的大洞洞衫呀，它真的是完美的可以帮我们去平衡夏天很多穿衣的困扰。比如说你在室外吧，穿的少呢，你就觉得刚刚好，或者说你依旧觉得有点热。但你一旦进入商场或者各种各样的空调房，就真的是可以把你冻得来，就是一直发抖，对不对？但是你只要穿这样的洞洞衫，它就可以帮助你到了室外的时候呢，达到一个通风的效果，因为它其实完全一点都不闷嘛。另外呢，当你进到室内的时候呢，它又比普通的那种夏季的衣服要更加的暖和，就恒温一点。这样呢，我就终于理解了那些老钱有钱人为什么爱穿这样的衣服。而且像这种大洞洞衫呢，它可适应的范围也是非常广的，包括有日常、度假、旅游、海滩，然后逛街等等的，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去搭。而且它或多或少的都可以散发出一种悠闲、悠然自得的氛围，这是我非常喜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趁着今年流行，大家可以多入2件。那首先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 Petit Studio 里面找到的这件洞洞钩花衬衫。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眼爱上，感觉穿上它之后呢，就能够瞬移进 Call Me By Your Name 或者 The Best of Youth 灿烂人生这样的南法或者说意大利乡村夏日电影里面，就想象着自己夏日炎炎瘫在那个泳池边，或者说坐在树荫下看书，那种悠闲感呀，那种自由感呀，就真的是我每次看这种欧洲夏日电影的时候最想要的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立马就能够把我带入进去。那我觉得这件衣服能带给我这种感觉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它有很多细小的设计，比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钩花的衬衫嘛，所以当你凑近看的时候呢，它是会有层次感的。其次呢，就是这件衣服本身的颜色就是利用了这种黑色的竖条去搭配这种米白色，它就是天然的有一种悠闲感，然后很耐看。并且呢，它在衣服的细节上面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处理。首先是它的整个扣子，大家看到没有，它就只有5颗扣子在中间。那上面的这个 V 领这边呢，是完全就是一个 V 领线条打开的，再加上它的这个纽扣也停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当你穿上，就算不把衣服扎进去，中间这里呢也是可以自然的去抬高我们的腰线的。甚至说也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吧，当我在穿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两边就很简单的扎进我的那个裤子里头，这个衣服的下摆呢就可以自然的形成一个开口的线条，就会显得更加的随性，你就不用特别在意说要怎么扎才能扎得好看。其次呢，就是它在袖子的部分居然还设计了这种绳结，当你把它打成蝴蝶结的时候呢，还可以顺带的增加进一些这种女性的元素在里面。那另外想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我在优衣库里面找到的一些基础款的洞洞衫，它总体的颜色设计呢都会相对偏简约一些，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想要尝试洞洞衫的朋友，但你又不确定你是否会非常喜欢它嘛，那就可以去入手优衣库啊这种相对比较平价的品牌。首先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件套头的洞洞衫，它是最基础的，然后你在里面呢就是可以去搭配这种可以外露的内衣，比如说我之前推荐过的什么各种带胸垫的小背心啊，都是完全 OK 的，你还可以玩一个撞色。那如果你想要简约一点，就可以像我一样搭配一个同色系的内衣就好了。那另外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开衫呢，也是来自优衣库的，然后它是他们的一个3D 的针织系列，也就代表着它在肩线呀这种比较明显的位置是没有一个接缝的，就整个衣服就呈现的是一个3D 的效果嘛。当穿在不同人身上的时候，呈现的一个廓形也会不同。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它下摆的位置就会有一个自然往内收的弧线，那这个弧线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就像是你把围巾织成衣服套在身上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入手的这件棕色呢，我发现是正好能够跟我新入手的乌马王的那条龙纹裙搭配在一起的，整个颜色色调实在太舒服了，就里里外外都透露出一种中式的儒雅氛围。那件乌马王的裙子呢，我是打算在之后的购物分享里面再细细的跟大家讲的，我打算先穿2天感觉一下。反正优衣库的针织系列单品呢，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它正好也可以呼应到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大家可以小小的玩一下。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3个流行趋势呢，是在首饰上面的，也就是 twist and turns， 扭啊转啊。那首饰的流行趋势每年都有很多嘛，各种各样的设计。但我每次在挑选推荐的流行趋势的时候呢，我都希望它是现在流行，但将来退了流行之后依旧很耐看的设计。而这个扭啊转啊就是我最推荐的。那这种 twist and turn 的首饰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通过这种金属板材的弯曲、扭转、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并且告别平滑的表面，迎接各种波纹与不完美。而这种不完美带来的感觉呢，就是褪去浮华后的松弛感。那后来我在找这种 twist and turn 的首饰的时候呢，居然发现了我推荐无数次的 Monica Vinader 呢，他们新的 The Wave 系列完美的踩在了这个流行趋势和我的审美之上，再加上他们的品质都非常好嘛，925纯银，然后还厚镀了18K 金，再加上他们家有一个5年的质保，只要在这中间这个首饰有任何坏掉啊，或者说褪色氧化的问题，你都可以无条件的要求他们帮你去替换。那其实像这种 twist and turn 的首饰呢，我已经找了很久很久了。那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这个 The Wave 系列的时候，就在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Bactrian 大夏风的首饰吗？那这个大夏究竟是啥呢？大家肯定听得一头雾水。它其实是一个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900年存在的中亚古国，那位于古希腊人口中所说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那为什么我会去研究一个这种那么莫名其妙的古国呢？因为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其实是在我去年9月去洛杉矶玩的时候，当时去了 Getty Villa 参观，然后他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展览，我就在一个展区里面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五金首饰，然后我看到那些首饰的时候就觉得好美啊，就是天然的有一种手作感，然后它也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那些首饰啊，很多甚至说铁器时代的首饰都是经过那些匠人去一点点敲打出形状的嘛，所以它不像现在工业的首饰能做的那么的平滑。但随之到现在社会来说，这样的风格则变成了一种审美，所以可见我当时看到 Monica Vinader 他们有出这个系列的时候有多么的震惊和惊喜。那他们这一次是直接出了金银2个颜色，然后还出了一对耳环、项链、手镯和2款戒指的。而这对耳环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戴在耳朵上呢，它就像是2个蝴蝶翅膀一样，因为它就是这种薄片的一个金属五金，但是通过了一个扭转然后不规则的设计，让它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一根丝带，就大家想象那个丝带被风吹走之后，它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形态嘛。所以也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吧，可以让这个耳环戴在你耳朵上的时候，它会自带的有一种动感。那如果再搭配这个同款的项链的话呢，还会有1+1大于2的一个效果。那另外手镯的部分呢，则是我的一个最爱。像这种量感大的手镯是夏天必备的一个时髦单品，真的就是简单的一身，只要戴上这种大量感的手镯啊，能够立马的点亮全身。而且这款手镯的佩戴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它就像2片这种波浪的一个线条嘛，然后打开之后呢，戴上一关就好了。那另外的2款戒指呢，有一款是这种3层海浪的一个线条，另外呢就是像2层海浪的这样交叠线条的一个戒指。那像这一个设计呢，其实我最推荐的主要原因有2个啊，一个就是因为它这样的设计很像是2只手这样抓住你的手指一样嘛，会带来一种交互的体验感。其次呢，就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吧，它是可以去调节宽度的，你买一个回去呢，你就可以戴在各种的手指上面，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我觉得它搭配的灵活度会更高一点。那另外关于颜
颜色啊，我就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去选择。那金色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就会更加经典，更加典雅一些，但银色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呢，就是在夏天会看上去更加清爽，同时呢也会更加的酷感。那另外在搭配他们家的这个金色的 The Wave 系列的时候呢，我还叠搭了他们家新出的这个 Real 宝石串珠项链和手链，它主要用的就是虎眼、桃色月光石和黄水晶等材质的宝石串珠而成。这样的话呢，整个串珠就会非常的有层次感，不像是你戴在身上就看上去非常的钝，非常的厚重嘛。我觉得这样的搭配是非常好的，并且它总体的颜色呢是停留在那个虎眼石的这种棕色系的，戴在人身上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氛围也会更加的天然与沉静，也能去增加一些古朴感。那另外下面呢，我还搭配了一根超长的这种金珠项链，这一根我也很推荐大家尝试，因为今年夏季首饰里面还有一个流行趋势呢，是叫 swing， 也就是摆动感，既可以去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又可以增加灵动感，因为当你在走动的时候，这种长链是一定会摆动起来的。而 Monica Vinader 的这一根呢，我之所以推荐的原因是它既可以单戴，又可以去叠搭各种各样的吊坠，因为当它单戴的时候它是不单调的，就它上面有这种小金珠的层次搭配嘛。那 Monica Vinader 他们最近也是在打折的，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打折信息，包括我推荐每一款的直达链接都放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一下。那接下来的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Athletic Preppy Style。用中文来说呢，就是藤校预科风格。那这种风格的灵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像哈佛这样的常青藤的学校，他们的学生的穿搭风格。简单来说，就是年轻、有钱、学习好。那他们的穿搭中呢，就是休闲运动中还带着点文艺范儿。并且再加上这种藤校穿搭呢，它所利用到的很多单品，普通人衣橱里面本来就拥有的单品，所以其实是非常好操作和学习的。那如果你在日常休闲中想要带点时髦感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借鉴的。那像这种藤校穿搭最主要的单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生风的单品，比如说像这种条纹的衬衫呀，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 CDG 的那种条纹衬衫都是可以用作来搭配的，包括一些小短裤、小 T 恤等等的。那我最近新入手了几件这种 Marine Cero 的小 T 恤、小背心，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用来搭配这种藤校风的穿搭，甚至说你就是日常简单穿也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像他们家的这种月亮的小背心、小 T 恤，我也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嘛。在最早跟大家推荐的那种工字背心，我就非常爱穿。然后今年我就发现他们出了这种高腰的小 T 恤，就紧身的，也同样有他们的这个倒放的月亮，然后通过这种白边来描绘，就能够去增加一种这种年轻感。包括背后呢，也同样有他们的这个 Marine Cero 的一个 logo。另外我还入手了他们的新出的一个黑白条的这种工字背心，这一件穿在身上的时候，相比我之前推荐的呢，它会更加具有女性感一点，同时也会显得我们的肩膀更宽一些，就比较适合窄肩的朋友去尝试。另外我还入手了他们家的这个工字背心的内衣形式的设计，穿上会更具有这种运动感。像这几件我发现现在 Essence 上面都是在打折的，强烈建议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甚至说逛一下 Essence 的一个折扣区，我也会总结一些我推荐的品牌放在下方的，因为这次的打折力度我觉得也是非常诚信的，而且 Essence 他们家也是这种可以直邮全球的嘛，就买起来也很方便。那接下来第5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Tennis Core， 也就是这种网球运动风。那随着观看法网的流行，就这种网球风呢，也变成了流行趋势中最主要的一环，并且也逐渐从网球场慢慢的延伸到了时尚界。
毕竟女装的网球服本身就很好看，不仅运动可以穿，你日常也可以穿，甚至说都不需要你会打网球，或者说你要打网球，你把它利用起来当做是这种时尚的搭配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这种网球单品里面最关键的也就是这种百褶的半裙和 polo 的上衣。那因为我今年本来就是想要重新开始学网球嘛，所以我就在找一些好看的网球衣服，同时呢我也希望说这些衣服我是可以日常搭配来穿的。那后来呢我就找到了一个宝藏品牌叫 Whisky， 是一个还挺小众的设计师运动品牌，它总体的设计呢就是非常的美式复古运动感。大家这里可以看几个他们家的 lookbook， 是不是非常好看？那我当时发现了这个牌子之后呢，我就入手了几件回来，我就发现他们品牌有以下的几个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个设计本身就很亮眼很独特嘛，并且同时呢它的这些设计还可以达到一些实用的效果的，比如说就是显瘦，显得你的整个人更加的凹凸有致，去修饰身形的。其次呢就是他们的面料也用得很好，后来我查下来呢是发现他们品牌呢都是跟这种高品质的面料商合作的，比如说像 Lycra 呀和 Nilit。 那首先第一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肯定就是这种网球元素的单品了，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件 polo 上衣加一个这种百褶的半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正统且好看的网球服。而且它上面的这个 polo 衫是自带胸垫的，并且它的这个胸垫位置的料子真的就是细腻又扎实又厚实，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真的就是入手的朋友一摸你可以就知道。然后另外下面的这个百褶半裙呢就会更好了，因为像这种网球运动的百褶半裙里面都是会去给你搭配这种衬裤的，就它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紧身的一个衬裤，所以你穿着它过程当中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走光的问题。甚至说像这两件衣服我觉得都是可以既在日常穿又在运动穿的单品，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利用它们搭配出来的不同穿搭。那下面的裙子呢我则是换成了材质更加厚实一点的这种卫衣料子的一个短裙，也是在 Whisky 里面找到的，并且它的这条短裙呢也是有这个打底裤的，就你既可以运动也可以日常穿，穿着真的是巨舒服。再加上你看它的这个松紧，这个腰部的松紧带啊特别的宽，还显得我们的整个腰线就特别的好，腰特别的细。那它上面呢就是自带的有这种美式乡村 club 的一个 logo 的感觉，就是有那种 country club 的一个风格的 logo。 然后在上半身呢，到了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去叠搭它同样的一套的这个卫衣上衣。我觉得这样的一套嘛，就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然后穿在身上既可以遛狗又散步，也可以运动的时候穿。那除了一些网球风的衣服嘛，因为我还看到他们家好多这种 legging， 然后运动服也长得很好看，我还顺带入手他们另外一套运动服，就是这个花瓣系列的，是我自己给它取的名字啊。这个花瓣系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太好看了，就是完完全全的能够结合这种性感力量感，同时呢又很有那种少女心在里头的一个设计的元素。而且他们家的运动服颜色选取非常非常广泛，就有那种比较自然色系的呀，然后又比较亮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完完全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而且我选择的这件上衣呢，它上面是直接带了胸垫的，所以你只要不是跑步啊那种剧烈运动，穿这件衣服健身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包括它搭配的这种 legging 的线条设计的我也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它的这个花瓣感的 legging， 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虽然它的包覆感很强，但是它到了腰部收尾的位置是不勒的，就有很多的 legging 到了腰部收尾不就是把你的那个赘肉勒出来吗？我本身不胖的，我真的不觉得自己胖，但穿好多的 legging 就把我那个坨肉勒出来，就显得我自己好像挺胖的。这件完全不会，大家直接看视频是不是就很柔顺的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来自于他们的面料选择的很好，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挖到的这个宝藏的运动品牌叫 Whisky， 我会把我找到的这种折扣的信息还有他们直达的这些链接都放在下方的。那接下来另一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Mary Jane Shoes， 也就是玛丽珍芭蕾鞋。
些绝对是今年春夏的一匹大黑马。那往年流行的这种马丽珍呢，通常都是极致复古，然后比较英式英伦风的小马丽珍嘛，然后上面有这种带有五金的小搭扣，然后再搭配一个小的高跟。那今年流行的马丽珍呢，则更多的是一些偏有中性审美风格的平底的马丽珍了，而且在设计上面也会更加的简约一些，但是也会同样更加有趣。比如说在材质上面呢，会很多选取一些钉珠、网纱、薄纱、皮质等等的元素。那在各种各样不同的马丽珍小鞋里面呢，我自己最推荐的还是这种纯皮质的款，因为我在跟大家分享这种流行趋势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入手到的这个单品，它是属于你买回去之后，就算退掉了流行，你还是可以穿的。那根据我各种各样的观察，我自己最喜欢的这种小芭蕾鞋的设计呢，还是来自 The Road 这一双的。我之前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纯的皮质，然后上面选取的皮是小羊皮，然后搭配了一根小小的这种弹力带。当你穿在脚上的时候呢，这双鞋子就是非常简约耐看的，就体现了极简主义的一个美感。那因为 The Road 那双呢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后来呢我还发掘了另外一个跟 The Road 设计非常类似的品牌，叫 Jeffrey Campbell， 然后再加上它的鞋底更软，穿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还要更舒服一丢的。然后后来我还入手了一个银色款的。那接下来的第7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A Vision in Transparency， 也就是薄纱材质了。相信今年在聊到各种各样流行趋势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逃不过这种薄纱材质的，对不对？因为实在是出了太多的选择了。那这种薄纱材质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独特的这种飘逸的性感，带着这种朦胧的美丽。所以今年呢，我也是小小的去尝试了薄纱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比如说这一件呢，就是我最新入手的一件，就它是属于里面带有一层，然后外面再去叠搭了这种薄纱的。说实话，就已经是属于不是那么大胆的一个薄纱单品了嘛，相对比较日常一些。那这一件呢，是我在 UR 里面找到的一个这种1字领的款式，然后它上面的这个薄纱也是通过了这种对褶皱褶的设计，让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感，然后穿在你身上之后呢，通过它的一个堆叠，整个薄纱的效果可以出来。然后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要去搭配的比较性感比较女性感的话，你就可以再去叠搭一些女性感的单品，比如说下半身搭配那种半裙呀，然后首饰可以搭配一些夸张一点的首饰，就可以完全走性感风。但如果你希望说它穿出一种日常风的话呢，我就会去选择去搭配这种长裤啊裤装来把它中和一下，可以小小的取到一些薄纱的性感风就好了。但是我们来看这种常规的这种薄纱单品啊，通常要不然就是全透嘛，就比较像我在3年前入手的 Maison Margiela 的那一件薄纱的衣服，它就是真的完全透的，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性感又时髦的。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去接受它，甚至说像我入手的这一件这种类型的薄纱单品，归根结底它穿在人身上的风格也是带有很多女性性感挂的调调的，也就比较正式。你日常穿呢，或多或少的都觉得有点好像太 overdress 嘛。后来呢，我就一直在想啊，怎么去找到一个就日常可穿的薄纱单品呢？直到我把目光放到了防晒衣身上，是不是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之前入手的防晒衣都是偏短款的嘛，我就发现到了夏天你坐在车里的时候，如果我穿的是短裤短裙，我的腿整个都是在暴晒的。我在想买一件长款的防晒衣可能会更加实用一点。后来呢，就发现我一直推荐的品牌 Ben Yonder 蕉下，他们出了一款长款的防晒衣，有别于以前看到的防晒衣穿在身上的时候就非常丑嘛，然后他们这一件呢就设计的
很有那种风衣感，很时髦，别人一看肯定都不知道你穿的是一个防晒衣来着的。而且这一件的料子还是这种带有透感的比较薄纱感的料子，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它可以透出一点肉。这个料子呢有2个优点，一个呢就是因为本身这种长款的防晒衣嘛，它又是风衣形态的，别人会觉得说你在夏天穿那么厚不热吗？觉得很怪呀。但它一旦一薄之后呢，就它透出来的那种清凉感就不会有那种你在穿风衣的一个违和感了。那第2个优点呢，就是你可以在日常上面再去尝试薄纱的这个元素了，就可以悄悄的把流行趋势融合自己的日常穿搭中，还一点都不突兀。而且像蕉下他们家的这些防晒衣的品质都是毋庸置疑的嘛，就虽然说它是这种薄的材质，但是它的 UPF 防晒指数也是50加的，就代表着说它可以去防掉98%到99%的紫外线的。那因为现在拉斯维加斯也基本上都到了正中午的时候都是35度往上走的了，所以我完完全全可以帮大家测评说这件衣服真的是完全一点都不闷的，很凉快。我觉得是要比我什么都不穿，然后就完全这些皮肤暴露在阳光下穿着要凉快太多。然后很多细节部分的设计处理的也很好，包括帽子后面大家看这儿也是有个拉链的，你可以把这种头发拉出来呀，也可以起到一个透气的效果。反正这件防晒衫就是可以完美的实现说你既时髦又防晒的2种需求了。那另外在搭配那个防晒衣的时候呢，我搭配的这种冰感长裤我也超推荐。像他们家的冰感裤子呢，是我每年都要必入的，真的就是谁穿谁知道有多凉快，算是我入手的所有的任何料子的裤子里面最凉快的夏天穿的料子。那去年我推荐的是那种阔腿版嘛，然后今年呢他们新出了一个这种收腿版，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更显悠闲，然后还带有一些那种练瑜伽的那种清新寡欲的风格在里头。同时也因为它的这个版型，所以它对你的整个腿部的曲线没有太多的要求，整个人穿在身上的时候呢也会更加放松一点。它无论是搭配单鞋啊还是那种高帮的鞋子都能够很好看。然后其次在上面搭配的这个带胸垫的背心我也很推荐。那我主要推荐是大家可以去入手一些他们家的这种亮色的颜色，比如说这件就是这种蓝色的，整个人穿上去就会非常的清新，并且他们家这种带胸垫的背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相较其他品牌那种带胸垫背心来说，它会更偏轻薄，然后会更凉快一些。包括它的这个胸垫，它的这个胸垫是不厚的，但也完全不会凸点，就是夏天穿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胸垫呢是直接缝在衣服上的，你也不用担心你在洗完之后呢还要去理里面的那个胸的棉垫啊，很麻烦。那他们的这款背心呢是有这个长款的，同时也有短款的。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个米色呢也是短款的，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都会把我推荐的一些款的链接放在下面。然后其次我在上面搭配的这个防晒的帽子呢也是我最新入手的，我觉得它既可以用作是运动时的帽子，也可以平时日常来搭配。因为像普通的这种鸭舌帽呢，通常它的帽檐都会比较窄嘛，所以在脸的侧边呢是很难防晒得到的。但是像这一款它眨眼一看是一个这种棒球帽，但因为它旁边的帽檐很大，所以我觉得它遮挡的这种紫外线的范围会更广，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戴是会更凉快一点的。然后包括你开车的时候也可以戴，因为它后面没有帽檐嘛，所以你开车也不用怕它的那个帽檐抵到那个凳子。那接下来的第8个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一定就是 Double Dose Denim 全身牛仔了。牛仔一种从它出现后就从未退过流行的元素，也是我们每个人衣橱里面都一定会拥有的单品嘛。每年呢它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秀场上。那今年的主要流行就在于这种全身的牛仔，其实我在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呈现过2到3套的这种全身牛仔的一个搭配了。但是因为到了现在夏天了嘛，你就不可能再去穿一些这种牛仔外套啊，就会比较热。那我们要如何去尝试这种全身牛仔
仔呢？后来呢，我就找到了这种牛仔的连衣裙，我觉得它在搭配的时候还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然后这一条它最主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是一个大露背的，然后前方就是一个挂脖的线条，所以你的整个肩膀的到后背的线条能够完全的展露，但是到了这个收腰的位置到下摆呢，就会一下子的完全打开，呈现一种不会露肉的程度，所以它就是上露但是下遮，整个人穿在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更加有那种高级感的。然后再加上这条牛仔裙它本身的一个比例设计的很好嘛，腰部位置很高，再加上它胸前的这几颗这个不规则的纽扣，5金的纽扣，也可以让这个全是牛仔的衣服，就算在你不搭配首饰的情况下，它也是有这种层次感的，有亮感在那边的，就不会显得无聊了。那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8个我们今年不可错过的流行趋势。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也是有抽奖的，大家只要关注了我的频道，并且点赞和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说你今年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流行元素，或者说你种草了哪一件的单品。那过一段时间我会抽2位朋友，分别送出以下的这2个礼物，一个呢是 Petit Studio 的这一件我非常喜欢的洞洞衬衫，我真的非常喜欢，所以想要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然后第2个单品呢，就是 Monica Vinader 他们家的那款月亮的吊坠，像这样的吊坠呢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你既可以挂在耳环上，也可以挂在项链上去做一个点缀。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并且能够在视频中找到一些穿搭的灵感。那我们下视频再见了，拜拜。